从以前曾董事长他的祖父辈开始就是做羽绒的，他们那时候是收羽绒，那后来慢慢演进成为成衣厂，本来是 OEM， 然后慢慢变成 ODM， 因为客人看中我们的技术，客人一提供一个图出来，他就能够从头做到尾。从打板，然后到车缝完成一个款式，大概会抓8天左右。版师打基本版型打好了，他还要再切板，板子切好了就是给马克，马克排好了列印出来，再开始车缝。车缝也结束了之后，我们又有一个评检，然后再来写回单，要报价的所有的资料，这是从样品室这边出去的。68年的时候成立了宜兰厂，然后那时候的一个台湾成衣市场是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。当初大部分的厂家都在做铺棉啊，一般夹克的时候，我们就切入了防水夹克的一个开发。细节是非常讲究，第一个它贴合的牢度要够，那防水的一个特性要有，而且布料要有透气，所以它穿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防水夹克到最高阶段，应该就是得到 Gore-Tex 的一个认证，取得它标章认可的一个生产工厂。2010年的奥运会采用我们的 Snowboard 的衣服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研发部就一直在研发这些东西，就是说所有的在技术方面能够去克服。当研发进来带进创新之后，传统然后品质跟创新这3个元素就是我们现在制作的核心。他们有技术、有专业，还有设备、分析设备，一起来协助我们对于进货品质的要求。除了重视的就是它的品质以外，就是环保。在 RD 这边还有做一些创新，就是属于设计 design 这一块。像我们有一些变色的羽绒，希望就是说提供设计师，包含是品牌客户有更多的选择。我们准备好很多武器，那也许他哪一天会用得到，帮这个传统产业，包含我们自己公司去做一些创新，让羽绒有不一样的面貌，延续它可以永续的发展。这几年来，董事长一直在致力在做这个传统电子化，在治理方面，或者说在技术方面各方面的，他都是希望循着电子化业的那种精神，还有可塑性的部分都尽量在采用，然后来做这些规划。我们以前没有的数据，现在一一的都在报告上都有。透过这些数据，然后来让我们的生产线能够是更顺利，然后在管理上能够更明朗化，这样子。我们在公司治理方面，我们也非常重视，并且不断的提升自己。先前我们在公司治理评鉴方面是 Top 20%， 那进一步我们进步到 Top 5%， 同时也获得了其他机构的肯定，包括我们荣获了 TCSA 台湾企业永续奖。在地投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我们除了总公司在台北，在宜兰设有开发中心，在中坜设有研发以及物流中心。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地方，我们都雇用当地的人才，认真的去培养他们，并且进行产学合作。我们期望可以带动各地的经济，并且落实在地投资。我们深刻体认到，我们要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所以，不论是在我们发源的台湾，或者是我们最大的生产基地越南，我们都有深入的去援助这些地方的弱势偏乡的儿童。我们透过跟这些机构合作，提供给偏乡弱势的小朋友们稳定、营养价值高的食物，并且我们建图书馆，让他们可以吸取知识，耕耘他们的未来。至善基金会已经成立25周年了，一直在做的是亚洲儿少发展的服务。每一年大概都照顾台湾、越南、云南、缅甸，总共有9万个孩子，帮助他们上学、吃饱、就医跟好好长大。2016年 Jenny 去到越南回来以后，我就接到光荣的电话，就是光荣这里也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中越的山区的小孩
做一点事情。后来选定了真诺村的幼儿园来协助那里的幼儿，让他们吃饱长大。光荣跟安德烈合作到现在，不管是透过捐款来支持安德烈，我们采购孩子们所需要的食物，或者是员工们他们来亲自参与志工服务，从实际的这个行动当中，光荣都展现了他们对社会公益的重视。取名叫伯特利，也就是神的家的意思。那我们照顾的对象是隔代教养、单亲、重组家庭、孤儿。光荣很相信，并且愿意奉献给我们，支持我们的照顾，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跟支持。谢谢光荣实业，就是定期到文山关怀非本国籍的儿童，还有受艾滋影响的儿童。那也一路陪伴我们，从筹备新的场地立案，到我们正式搬到新的场地，也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关怀。光荣实业每一笔款项捐进来的时候，这些钱都会用在第一线小孩的服务，像是支付小朋友的医药费、学费，还有他们生活的开支。谢谢光荣实业长期对我们的支持。